在电视节目《马南波杰克》里，有句编剧拉斐尔·鲍勃·瓦克斯伯格写的台词说，当一个人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人时，所有的红旗看起来都只是红旗。虽然原文说的是红旗，和浪漫的关系同样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大家不觉得吗？因为在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的恋情中，有时很难发现危险信号，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现它们可能更难，因为我们倾向于同情和合理化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话已至此，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按专家的说法，6个需要注意的危险信号。1. 无建设性的自言自语。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斯科特博士将消极的自我对话定义为任何与自己进行的内心对话，这种对话可能会限制自信和自己的能力，并限制发挥潜力。事实上，金德曼、施瓦纳、彭顿和泰的研究发现，消极的自说自话会增加心理健康问题风险，比如动力下降、无助感，甚至抑郁。所以，如果有小伙伴对不断贬低自己和有很多自我贬低的想法感到内疚，即使是那些自己当笑话的想法，那就和专业人士谈谈，或者应用有效的认知行为治疗技术，比如思维停止、冥想等，可以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这种情况发生。2. 神经质的需要社会认可。有没有觉得自己太爱讨好别人了？自尊是否经常会因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而上下波动？也许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他们。所有这些都表明可能对社会认可有神经质的需求，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根据心理健康和健康作家莫里斯·波梅兰茨的说法，对社会认可需求过高的人，往往自尊心较低，会停留甚至追求不健康的单方面的友谊和恋情。3. 神经质的控制欲，总是需要为别人解决问题，即使自己不愿意，也要去救他们，事无巨细地照顾周围的每个人。这些不仅是危险信号，而且表明可能有神经质的控制欲。克里斯汀·亚当斯博士在今日心理学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很可能会有强烈的无助感，为了应对这种感觉，他们在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上要求过高。4. 有毒的完美主义。与前面一点相关，克里斯汀·亚当斯博士也谈到了他称之为自我控制狂的概念，或者更常见的是有毒的完美主义。亚当斯博士认为，问题在于这样的人期望自己表现完美，不犯错误，因此他们只会让自己陷入失败和失望。这不仅是一个明确的危险信号和弱点，而且对心理健康有害。5. 回避型依恋。在更加帮助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有资质的临床社会工作者阿普利尔·贾斯蒂斯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医学回顾。有逃避型依恋风格的人，在情感上倾向于疏离和封闭，他们经常对长期的亲密关系感到不舒服，因此他们的本能反应是避开对方，或表现出其他自我破坏的行为，比如欺骗、消失、从不寻求帮助，而不是与对方沟通，同他们合作解决问题。最后一点，6. 社交媒体成瘾。另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危险信号是社交媒体成瘾。世卫组织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它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产生了负面影响。一篇来自医疗保健从业者克里斯汀·切尼博士和蒂莫西·莱格博士发表在健康热线的文章中提到了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可能是自尊心低下、孤独感增加、焦虑或抑郁，出现社交焦虑障碍、睡眠模式紊乱、身体活动减少、忽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对他人的同情能力下降。那么，小伙伴们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些危险信号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知道。如果有，那么要知道你并不孤单，我们中大部分人都在与其中一个或几个做斗争。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追求完美，而是成长和自我发展，以及面对任何遇到的其他挑战。克服困难的第一步就是承认问题所在。纳罗帕大学的积极心理学家和教授伊泰·伊森博士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3步来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即
给自己设立3周的略有难度的小目标。但是，当然，如果有小伙伴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很纠结，不要犹豫，赶紧联系心理学专家或咨商师，以获得应得的帮助和支持。